我问你们个问题，你们有多久没吃过西姐炸串了？前几天啊，我跟闪哥出去的时候呢，还吃过一次，就买了2个大鸡腿。其实这个品牌呢创立不早啊，2019年开始创立的，没过多久啊，很快全国门店就有2000多家。像我们这种一个几线的小城市，都有个3、4家店。但随着时间的增长啊，好像2024年的今天，这个东西就跟那个什么振兴鸡排一样，吃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网上很多人说啊，就是它里面的串的很多都是冷冻品，而且单价还不便宜，有这个价钱还不如直接去吃外面的路边摊，反正都是冷冻的嘛，那吃谁不是吃？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咱们就一块来看一下啊，就这个喜姐炸串，我们随便买一点，我们看看到底分量有多少啊。我附近呢目前是有4家店啊，月销最高的呢只有400单，但其实月销不高啊，因为这是月底了，加上就是这个地方人还是比较多的。我去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但是唯独就喜姐炸串没人买。不过你别说啊，时隔1年，它其实出了点新品啊，这些新品我都没吃过，那咱们就直接搞一点它这些东西来吧。这里有一个招牌全家桶，62块8，4个鸡翅，2个里脊，2个年糕，6个豆腐，1份锅巴，5样东西就62块。那行就来一个，这里还有个辣子鸡啊，辣子鸡加开花肠加大面筋，38块，来一个吧。然后这里面羊肉串啊，15块9毛钱10串，一串1块5啊，那就点一个看看它什么情况。还有就是生炸大鸡腿，19块9毛钱一个，那来一个。我去，这我随便一点啊，141，朋友们。好贵啊，还没有喝的，用完券总共是131块钱。那 OK， 咱们就看看这131到底分量有多少。不过这个只是外卖的价格，如果实际点的话呢，应该会便宜一点，估计可能也就是110块钱，外卖可能会给个10几块钱。没事，等会儿到了以后呢，咱们再静静细聊。来，我是真没想到，朋友们，131块就一包，好贵啊！而且刚才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直接如果去他们那店里自提的话呢，我们这一堆套餐只要93块钱，但是实际上我付了131，所以就是点外卖啊，它比外面自己去买的话呢要贵30%。以前我知道点外卖贵，但我真没想到能贵这么多。我觉得这个真的有必要出一期视频啊，我们看点外卖，然后对比一下去线下买，价格还有分量到底有没有差别啊？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们想看？如果想看的公屏可以扣个1哈。估计这品牌没什么人吃，可能也有这方面原因啊。这加价加的太厉害了。好，来看看东西啊，首先是纸巾，这是一包串，这应该是鸡腿、豆腐、土豆、辣子鸡啊，就这，看到没有？明晃晃的131，就这么一堆东西，拿出来看个明白吧。小鸡腿啊，还不是大鸡腿。这是一堆串，我买的鸡腿呢，在这儿，就是一个大鸡腿，开花肠，这个就是羊肉串啊，1块5毛钱一串，朋友们，3个面筋，2个里脊肉，3个年糕，这个是土豆，这个是臭豆腐，这是它最新出的，说是辣子鸡，总共呢就这一堆131块，这是外卖价啊。如果是店里单点不按套餐的话呢，就是93块钱，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作为普通消费者，我真是觉得这玩意确实有点贵，朋友们，好吧，那就尝尝呗。它其实这里面的东西我之前也拍过啊，好吃的呢也就是那么几样，给你们说一下啊。首先是这个臭豆腐，这个臭豆腐其实挺好吃的。这汁水又很足，一口下去确实还挺满足的。其实这个里面呢还是挺嫩的，看着很厚实哈。如果是点外卖的话呢，就是10块钱6片，一片是1块6毛钱，不知道你们觉得贵不贵啊？还有好吃的就是这个年糕，这个年糕估计是里面最便宜的，店里卖5块钱2串，一串2块5。它吃的是那种甜口的，外面刷的这个应该是甜面酱，我就觉得他家店啊，就是这个还有臭豆腐会好吃一点点，其他这些小串什么的，那可能还比不上那路边摊的炸串。来看看羊肉串啊，这个羊肉串呢，店里买是12块钱10串，外卖是15块钱10串。哇，它这个就可能中间这个是羊尾油，所以两边瘦肉应该是掺了鸭肉进去的，1块5毛钱一串，那确实有点贵哈。我们本地的话有那种羊肉串，之前是2块钱一串，后面涨到2块5，那个是现穿的，要吃的话还不如吃那个。反正他们家的就是这种小串会居多一些，反正就这种小串，我是觉得各位想吃别买啊，你别买他家的就行了。就我刚刚说那几个其实还可以。对，重点说一下这个吧，这个是大鸡腿啊，这个鸡腿在外卖平台我真没想到啊，我们刚刚买的是19块9，对吧？我忘记说了，实际上店里面一只只要9块9，我刚才都忘记了，因为之前的话呢我是买了2个花了19块8，这个是一只花了19块9，一下子记混了，相当于是花了同样的钱，只得到了一只腿。不过它这个腿啊，大确实是挺大的。肉感还是比较足的，就是直接把一只完整的鸡腿啊分开之后再炸的。所以说啊，要不就是为啥我之前跟闪子出去的时候啊，只买这个鸡腿吃，因为就这个鸡腿我感觉还稍微划算一点。再尝尝它这个吧，辣子鸡，这个就是它新出的啊，我不知道川渝地区的人看到了会作何感想哈。这吃起来的味道好像跟这个鸡腿的味道差不太多，但是比这个鸡腿会多一点点那个干辣椒的香味儿，除了干辣椒的还有一点点那种麻椒的辣味儿。然后它这里面啊，这个应该是锅巴哈。
我是觉得还行啊，这一份价格在店里点是12块9毛钱，分量还可以吧，就有那么多。鸡肉呢，差不多就类似于外面卖的那个鸡锁骨那个差不太多，可能比鸡锁骨稍微肉会多一点点，因为它这个部位不一样。说是辣子鸡肉味，那确实还真是，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也没有那么辣。如果很喜欢吃辣的，那这一款估计在你们眼中应该可能就是垃圾。然后其他的好像就真没什么了，还有这个什么小翅根。这个吃的味道跟这个大鸡腿的味道是一样的，还有这个土豆尝尝吧，这土豆我从来不会买啊。跟年糕一个味儿，但口感不一样啊，就是土豆的口感。这土豆一份是9块钱，就这么多，而且不用看啊，就这个土豆，它一定也是半成品，就是那种包装好的，不可能是直接现切给你炸的，那想都不能想。就是这个什么面筋，还有这玩意儿我没吃，我估计这两个应该吃的都差不多的口感。哇，这个面筋好干，不好吃，不如烤的。因为里脊肉基本上是杂物里面我觉得最好吃其中之一啊，价格跟年糕一样，2块5毛钱一串。但这玩意儿啊，以前在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只要5毛钱，虽然可能没有它那么大哈，但是现在涨到2块5了。你说你变得这么大，一时之间有点不适应啊。好像这样吃完一圈下来，朋友们确实很多感慨啊。这里面我觉得东西好吃的还是有的，但大多数就是年糕、里脊肉，还有豆腐，还有这个大鸡腿，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其他这些反而我觉得就很平常，基本上在哪个地方你都能够找到它的平替，尤其是这个什么土豆啊，那外面卖鸡锁骨的，他就一定会卖这个土豆。然后臭豆腐啊，你看也有很多种不同的专门卖臭豆腐的品牌，是吧？所以如果是我个人而言呢，我是觉得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呢，其实在外面的那个小吃街还有夜宵摊上都能够找到同样的东西作为它的平替。炸串那就不用想了啊，它其实去外面吃，可能你要是100块钱，估计都能堆到这儿啊。然后这个什么臭豆腐啊，这什么土豆啊，那外面全部都有。另外最重点的就是外卖的价格和线下的价格差距太大了，整整多收了30%，朋友们，因为正常情况下它贵，它也不会贵到这么多，何况我还在平台是开了会员的，所以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啊，就这个品牌确实吃的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好，那咱们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最后再强调一下，本条视频仅代表咱们的个人观点，没有任何恶意抨击的成分啊，只是想就着这个事儿啊给大家聊一下。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各位对这个品牌持有哪一种看法？那咱们就评论区见。